我是齐娜，这是我们的新单元，是我说故事的单元。我会整理一些社会时事，先从我自己比较有兴趣的事情开始做。第一个分享的是神秘的未解事件。韩国有个节目叫做《可狗西爱过西达》，里面就常常讲一些未解事件。我本来就是很喜欢看那些有的没的东西，这个东西在那个节目出来以后获得特别大的回响，而且这件事情到现在还未解。釜山新婚夫妻失踪事件，又称之为密室失踪案件。什么柯南里面会出现的名字啊？就是一对新婚夫妻，他们在2015年的时候结婚。那还蛮近的耶，所以是很近期的，是很近期的事情啊。然后在2016年的5月27号 ，CCTV 拍到他们两个人返家。可是是女生在晚上10点多的时候，手上还拿了从超市买回来各式各样的东西。她搭电梯的身影被拍到。然后男生在5月28号的早上凌晨3点多的时候，拍到他工作回来了以后返家。然后那个也是他们的最后身影。他们两个人各自返家，他们就搭到了15层楼的 apart 住家之后。什么啊？好可怕哦！为什么？然后一直到5月31号的时候，男方的爸爸也就是公公打电话报警了，说小孩子就是联络不上，有点奇怪，所以警察就是破门而入，家里完全没有任何打斗、争吵、失窃或是什么痕迹都没有，只有一只很开心出来迎接他们的狗。然后他们说那只狗很开心，摇着尾巴出来。然后老婆买回来的东西就这样放在厨房的桌子上，但2个人都不见了，什么啊？太可怕了！那个 apart 是一个有一点年纪但也没有非常老的 apart，它总共有22个 CCTV 在各个角落，全部都没有拍到。怎么可能？而且没有一个故障的。他们的车子也就在停车场。可是他们就是进了 apart 也没有出来，就是没有他们出来的声音。可是他们不见了，人对。天哪，为什么啊？是外星人抓走了吗？对，是不是很可怕？就真的就消失了。截至今日，我一直找资料，一直到今年的4、5月，我都还有看到有部落格在写这件事情，就是太想要知道这对夫妻到底去哪里，所以还是没有结论，还是没有。怎么可能？我现在一件一件跟你讲一件非常奇怪的一切现象。他们报警消失了，对不对？家里一切正常。他们还请出了 CSI 犯罪小组，然后去就是刷测血液痕迹那种都没有，只有一只开心的狗。那家里面有什么东西不见呢？有几件夏天的衣服不见了，护照不见了，电脑不见了，还有一些内衣不见了。但我其实一直很好奇这件事情，就是他们怎么知道这些东西不见了？对啊，这件事情我有点不知道，因为我查的过程里面，就是他们就有说这些东西不见了，就是谁可以判定这个家里应该要有几件夏天的衣服？对啊，谁知道内衣应该要有几件？所以这有点奇怪啦。但就最关键的还是护照跟 notebook 不见了。那他们出国了吗？没有出入境的记录。他们想要透过用电脑去查他最近是不是有跟一些人联络，因为现在对，因为人现在最密切的关系就是手机跟电脑，可是现场都没有，所以他们也查不到他们最近到底有跟什么样的人联络，或是陷入什么样的困难，他们都不知道。到目前为止，他们不是消失吗？但他们两个人的银行可以动用的现金不是定存，有存款可以取的现金有3000万韩币，但到现在1毛钱都没有动。然后呢，有用他们名义申请的手机电话啊、信用卡，blah blah blah blah，也全部都没有任何的生活痕迹。就算好，你们两个人，比如说负债绕跑，怕被黑道追好了，可是你到别的地方后，你还是要有这些生活痕迹啊。但是就都没有。所以他的家人跟他的朋友也没有察觉到他们俩有任何怪异的地方，都没有，太奇怪了。你说他们俩结婚多久啊？1年。太太那时候是怀孕状态。哈，那更奇怪啊！是不是？整个时间表是这样子的：5月28号的时候拍到他们最后的身影，5月29号的时候，太太是一个那种演员，剧团有打电话给太太，老公有接电话。后来有查到，老公接那通电话的时候已经离开家里了，发信位置已经是在家里附近。老公跟他讲说，老婆现在有一点点生病不舒服，有一段时间没有办法去剧场，就把电话挂了。隔天的时候，老婆又再传了一封简讯给剧团，然后里面内容就是松贝对不起呀，然后说我又犯了以前曾经犯过的错误，然后所以我有一段时间我不能去剧场了，这样子。然后一封道歉的简讯，在那之后再也没有联络。什么错误？以前呢，这个太太她有忧郁症，曾经有自杀过，
自杀未遂就对了。然后那时候已经去了医院，可是他在简讯里面提到说，他因为犯了以前一样的错误，所以他现在必须要在医院待一段时间。那时候前辈都以为说他就是又忧郁症发了，但是实际上呢，从头到尾他的发信位置根本没有出现在医院过，而且那封简讯是谁发的不知道，唯一有通过电话就是她的老公。对，确实是她老公的声音。这个就不知道，因为他们讲说是她老公，但我不知道是确实还是只是听到一个男生的声音。6月2号当天的时候，他们两个夫妇的手机先后关机。先在釜山一只手机先关了，是老公的手机。晚上的时候在首尔村偷懂老婆的手机关了。据说最后关的发信位置是在公公家。是不是很生气？好可怕的！所以呢，那公婆，那对啊，矛头都全部都转向啦，男方那里很有问题呀。大家又开始讲说是那个男生是不是杀了老婆？可是很奇怪的是，杀了老婆这件事情就没有任何证据。因为那男生也一起失踪。男方的态度非常的奇怪。第一，5月31号打电话报警的是公公，然后公公那时候非常的积极，说自己的儿子不见了，要求警察出动，然后发动媒体、网络找人等等。但是呢，6月2号的时候，公公收到一封简讯，关机之前儿子传过来的说괜찮아요，没关系，自己没事，才살고 있다고。公公这样声称，他说媳妇一直有想要到海外生活的想法，儿子都这样讲，他们自己会做打算的。他不知道为什么用一种非常生性的态度去跟他联络的记者，还有网络媒体们、电视媒体，本来是他很积极联络这些人，要求帮忙找儿子，他瞬间这些人全部都拒绝了，说我儿子他们过得很好，不要去打扰他们，他们时间到了自己会出来的，然后他就消失潜水了。国家怎么搬家？所以所有人的矛头都指向男生，觉得是不是男生杀了老婆？然后呢，公公他们知情，所以帮他。因为公公他们这个态度，所以女生娘家这边的人当然不爽，所以听说娘家跟婆家这边也交恶。然后呢，中间还有发生一件事情，那个女生她不是有忧郁症吗？所以她需要药物嘛。中间有一段时间，过了一阵子之后呢，医院那边收到用那个女生名字去领忧郁症的药，而导致于发了失踪人口的警报。所以他们又去查这件事情，结果要领药的人呢是男方的家人，所以又有一个说法说是不是女生还活着，只是由男方那边在照顾她。可是就隐姓埋名的感觉。我也觉得这比较合理，因为他们没有申请所有的东西，钱也都还在这样子。还有一个非常奇怪的事情呢，就是出现的资料里面，女生的脸是有被公开的，那个男生的脸是没有被公开的。在变成失踪人口以后，要协寻的时候，把脸公开这件事情不是基本的吗？对啊。但是男方要求不要公开男方的，为什么？可以说我不要公开？可以，因为那就变成男方家人的权利，然后女生的家人有要求要公开，但男方没有公开。男方超怪的，超怪的。最后要出现一个关键的人物了，她叫允喜允氏。允氏的女生呢是男生从小到大的初恋情人，他们俩勾勾的非常的多年，最终呢还是分手。但听说分手的过程呢，两个人还是有那种的那种状况。一开始分手了以后呢，那个女生呢跟另外一个男生结婚，崔氏这个男生呢非常的伤心欲绝。可是呢，他们俩就一起搞婚外情。这个男生甚至于有一支专属这个女生的手机。这个允氏她的老公发现了，要跟她离婚，所以后来就进入了离婚的官司。但是在离婚的官司发生了以后呢，非常神奇的是，这男生是潜水了。本来应该比如说要出庭作证啊，或是在他旁边支持他吗？他潜水1整年。没有任何人找到他，然后他潜水的方式也是手机、熟人、多亲的朋友，所有人找不到他，他就在家里潜水了1年。因为这个男的有这个潜水记录，所以大家就会觉得他现在就是潜水。后来这个女生她就飞去挪威了，结婚了，然后后来定居在挪威。允氏对权势这男生是充满怨恨的，结束的非常不好，因为他觉得这男就是个垃圾。但是重点是这个允氏呢，她后来在跟她第2任的老公在旅游的过程里面呢，她的女儿死了，她有女儿，她是跟前夫，对，应该是跟前夫生的，好像是意外吧，旅行的意外。但是这个女生在那之后，她就开始疯了，她就把这件事情全部怪在权势的身上。她会传讯息跟那男生讲说，叫他发明冷冻技术，
或是叫他发明一些什么细胞增殖技术之类非常疯癫的话，然后叫他把女儿还给他。干他屁事！后来这个男生跟崔氏的女生2个人交往到结婚的这段期间呢，可以说是饱受这女生的摧残，搬家换电话，这女生都找不到他们。给他打了电话，他们说就是直接就是从脏话开始聊。然后完全就是一个歇斯底里的人这样子，所以他们觉得整个案件关键点跟允氏有非常大的关系。因为呢，这个允氏啊，他在5月14号的时候突然回到韩国，就是出入境记录里面，而且他的家人跟他朋友没有任何一个人知道他回到韩国了。然后他在回家之前有打电话给妈妈，跟妈妈讲说，妈，我要去非洲玩，所以跟妈妈拿了1000万韩币回到韩国之后。他没有任何的消费记录，完全使用现金在活动。在5月31号的时候，这对夫妻不是被报警失踪了吗？这个女生在6月7号以后就出国回挪威了。然后再后来，警察一直找她要当参考人，问她行踪啊那些的时候，她一直拒绝。新闻最后就断在她最后可能会被挪威遣返回韩国，就落在这件事情也没有结果。所以她也没有确定要被遣返吗？也没有，没有，而且也没有任何新闻报道说到现在那对夫妻到底是对啊，所以到现在还是没有。你为什么要给我一个非常让人很想知道结果的事件啊？烦耶！众多资料里面，我觉得有一个可能性还蛮高的，因为觉得 CCTV 要不照到的话，应该是要靠着2个人自己的脚走下来。我目前为止，大部分所有的矛头全部都指向男方啊，一定是他杀了他，而且他可能连同允氏一起杀了他。我目前为止看到一个我觉得还蛮有利的，他是说，因为允氏他几乎是已经疯了的状态，所以要合谋杀人有点困难。离开的时候，他们是不是只拿了很重要的东西？对，特别有拿到护照嘛，所以大家觉得他们2个感觉逃亡的感觉比较像。因为好，我今天我杀了你，我拿你护照干嘛？就是因为这样，所以大家觉得他们夫妻是一起逃走的可能性比较大。还是他们被允氏追着不放，所以他们想要。最后的结论就是因为女生怀孕，所以他们觉得可能他们为了要保全那个孩子，因为他们觉得允氏太疯癫了。然后我们也不知道是不是那个允氏回到韩国之后，有对那男生又做出了什么样的联络。比如说我查到你们家在哪里了，我等一下就去你们家找你。所以而导致于他们有一种连夜绕跑的感觉。众多分析里面，我觉得最值得靠得住的有一个说法是说，他们觉得就是允氏回到韩国以后，对那个家人里面有提出人身上的威胁。然后特别是老婆又是怀孕的状态，因为男生潜水过嘛，专长是潜水，所以男生可能又找了老婆一起潜水。可是我觉得说不过去的地方是，女生潜水为什么不能让女生家人？对啊，因为最后他们是说女方因为完全无法得知他们的状况，他们有多次打给男方的家人，然后男方的家人非常老神在在，一直安慰他们说：“哎呀，没事没事。”这样就是还活着的感觉啊。那女方的立场就是你老神在在可以，那你跟我讲到底发生什么事嘛？可是好像男方一直不做说明，太奇怪了，是不是让人很想要知道？对啊，我觉得矛头全部指向男生是可以理解的，因为他最后一个就是接电话的人。可是我觉得女生不跟家人联络也很奇怪，而且中间还要领忧郁症的药这件事。对啊，中间领忧郁症我觉得超怪的，我觉得也还蛮关键的。所以有可能他根本还活着。对，而且就是为了保护小孩子，有可能他们不能就把这件事摊开，然后叫警方去抓允氏不就好了吗？但是因为允氏他平常住在挪威，你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回韩国，他可能就是静悄悄的回韩国，拿一把刀在你的后面。可以不要讲这么可怕的事情吗？就是这样，这就是我这一次准备的很不痛快，很不痛快啊！都会就是会跟大家分享一些很 mystery 的事情，就一开始一出现就哈，怎么会这样的事情，然后最后还是哈，竟然没有结局。如果你们很喜欢这类的韩国社会事件啊，或是一些未解之谜的分享的话，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Higher Day。那就这样咯，我是台湾妞韩国熙，我是缇娜，拜拜，拜拜。所以你之后会一直这种就是没有结局的故事吗？对，我不想要，我想要听前面很精彩，然后后面就说就是这样没有结尾。